台湾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曹锦平近日宣布，幻象2000战斗机队即将进入中期生命周期评估阶段，考虑是否进行延寿评估，并向原制造商寻求建议。然而，前空军中将张延廷提出了不同意见。他认为延寿并非最佳选择，主张对战机进行现代化升级，以更好地应对当前战场需求。那么，他为什么会这样主张呢？幻象2000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？我们又该怎么做才能解决呢？张延廷指出，幻象2000已服役26年，飞机长期使用后必然面临机体腐蚀和老化问题，尤其是在台湾四面环海、气候潮湿的环境下，这些问题更加严重。尽管可以延长使用寿命，但张延廷认为这只会暂时解决问题，无法根本提升战机性能。他提议进行全面的现代化改造，尤其是更换老化的雷达、火控系统及升级武器装备。他强调，目前幻象2000搭载的云母飞弹射程仅为80公里，远远落后于现今流星飞弹的200公里攻击范围，这使得幻象2000在面对先进敌军导弹时显得力不从心。虽然张延廷提议升级改造，但台湾空军对幻象2000的评价仍然较为积极。曹锦平表示，幻象2000在空军防空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特别是双座机在执行重要任务和飞行训练时的高使用率，而单座机的飞行时间则相对较长。他透露，双座机的延寿评估完成后，预计整个机队的使用年限可延续至20年以上。台湾空军的这些言论展示了他们对幻象2000机队的信心，并体现了对未来空军力量发展的谨慎规划。无论最终选择延寿还是升级，台湾空军的决策都将直接影响其战斗效能、涉及安全的重要问题。此外，美国军火商目前正与台湾进行谈判，意图提供高性能的战机。目前，台湾的高空高速拦截任务主要由服役超过20年的法国幻象5战机承担。尽管台湾已对现役 F-16战机进行升级，并采购了66架最新的 F-16B， 这些新机型将在未来2年内交付，但空军仍在评估如何最有效地保持作战能力。对于台湾来说，是否对年老的幻象5战机进行升级或退役，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。此前，由于用金问题，法国曾推迟向台湾提供幻象2000战机的零部件，导致该机的维护率仅为50%。台湾目前对于是否能够顺利完成幻象5的升级存在不确定性。如果升级计划未能成功，台湾将面临无法承担关键任务的风险。因此，台湾正在考虑用 F-15和 F-18战机来替代幻象5，双方已开始初步讨论。可能的选择包括即将全面退役的 F-15CD、最新的 F-15E、F-18EF 以及改进版的 F-18ST、F-15系列战机。凭借其强大的高空高速拦截能力和较大的作战半径，成为台湾的首选。然而，美国方面认为 F-18系列更适合台湾，因为 F-18与台湾自研的 IDF 战机共享许多零部件，并且 F-18具备更强的电子战能力和视距外攻击能力，能够携带最多10枚 F-120空导弹。唯一的不足是 F-18的航程相对较短。此外，美国计划在航母上使用 F-35B 和 F-18的混合机队进行协同作战。如果台湾首先采购 F-18战机，将来能够与 F-35协同作战，进一步提升作战能力。F-18系列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其坚固的起落架，特别适合短距离起降。更重要的是 ，F-18系列战机的控制和维护成本相对较低，尽管是双发设计，但其操作成本仅略高于单发的 F-16。例如 ，F-16C 的每小时操作成本为8000美元，而 F-15的操作成本为21000美元，但 F-18EF 的操作成本仅为11000美元。对于台湾空军而言， F-18超级大黄蜂无疑是一个优选。在 F-18系列中，最推荐的版本是 F-18XT， 这是波音最新的升级版本，能显著弥补 F-18系列的不足，提升性能，甚至可以应对5代战机的挑战。F-18最初是为美国海军开发的，并在竞标中与麦道公司开发的 Y-17舰载战机竞争，后者被认为是海军空战的潜在选择。为了在竞标中脱颖而出， Y-17进行了多项专门改进，包括增加了内部燃油箱，提升了航程，机头结构也进行了加大，以适应更大的雷达。同时
Y 时期还采用了新的发动机和航电系统，提升了推力和机动性。尽管 F-18系列战机具有许多优点，但也存在一些缺点。它在满足海军的多任务需求方面存在不足，缺少夜视设备，不能进行夜间精确打击，火控雷达性能不佳，机动性也逊色于 F-16。此外， F-18的航程和作战半径也不尽如人意，较小的作战半径使其在一些任务中受到限制。总体来看，台湾在选择未来战机时面临多方面的考量。F-18系列和 F-15系列各有优势，而如何在提升作战能力和成本效益之间找到平衡，将是台湾空军的重大决策。为了使 F-18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，美国海军在1986年推出了 F-18C 和 F-18DC 的改进型。这些改进包括更换部分航电设备，并在机身前端增加了自卫干扰机的阵列雷达，同时在垂尾顶部加装了 ALQ-165高低波段天线。为了增强夜间攻击能力， C 型还配备了 AVFQ-28光栅显示热成像导航吊舱以及 A250热成像导航吊舱、NAF-38夜鹰 FLIR 瞄准吊舱和猫眼夜视镜。从1991年开始生产的 C 型还更换了改进型的 S404GE402 EPE 发动机。进入1990年代中期，经过多项性能提升的 F-18C 逐渐展现出其优越的多用途作战能力。1992年，美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升级，推出了 F-18EF 超级大黄蜂。这一版本不仅是 C 型和 D 型的改进，还进行了全面的设计更新。由于美军取消了隐身舰载攻击机的研发计划， F-18EF 变得更加重要。与 C 型和 D 型相比，超级大黄蜂的尺寸增加了25%，但零部件数量减少了42%。超级大黄蜂在设计上有显著变化，机翼、尾翼和起落架都进行了改进，采用了更为独特的进气道设计和更大的前缘边条。动力方面，换装了推力更大的 F-414GE400 发动机，配备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系统，油箱容量也有所增加。此外，超级大黄蜂还升级了雷达和航电系统，最初配备了改进型 NAPG-73 雷达，后来升级为 NAPG-79 相控阵雷达，具备了合成孔径雷达测绘模式。虽然起初其综合性能一般，但随着机载设备和武器的不断升级，超级大黄蜂的作战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大。基于双座型，衍生出了 EA-18G 电子战机，拥有强大的电子支援和攻击能力。在 F-18系列成为美国航母的主力之前，美军的舰载机种类繁多，包括 F-14战斗机用于制空和拦截任务，重型攻击机和 A-7轻型攻击机用于地面打击，而 EA-6B 徘徊者专门用于电子战。然而，这些舰载机型已经全部退役，被 F-18系列战机所取代。除了现役的超级大黄蜂外，波音公司最近还推出了 F-18XT 沉没风改进型。尽管美国尚未正式装备该型号，但这款战机被认为非常适合台湾空军。近年来，波音在美军项目中相继失利， F-22和 F-35项目都由洛克希德马丁主导，而 B-21隐身轰炸机则由诺斯罗普负责。为了在美军项目中保持竞争力，波音将目光转向现役战机，并成功推出了 F-15EX。如今，基于 F-18的 F-18XT 沉没风版本也已问世。与超级大黄蜂相比， F-18XT 在外观上基本保持不变，但在多个方面做出了重要改进，尤其是提升了航程、隐身能力和作战效率等方面的性能，使其更具现代作战需求的适应性。F-18XT 的一大优势在于改善了舰载机的航程问题。以往舰载机需要挂在外部油箱来延长航程，但这会影响其武器挂载能力。虽然发展舰载加油机能够部分解决航程问题，但根本解决方案仍然是提高舰载机的航程。美国海军在下一代舰载机研发中面临着许多挑战，包括新型机体结构、隐身技术、雷达侦察规避、隐身涂层和热量控制等方面的难题。美国海军下一代舰载机的研发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，其中之一便是 F-35C 战机的引入。尽管最初 F-35C 旨在提供高载荷和长航程的能力，但最终交付的版本却未能达到海军的期望，
这影响了其在空战中的表现。与此同时，美国空军已经购买了1170架 F-35A 战斗机，而海军则推迟了 F-35C 的采购。为了填补空缺，海军扩大了对 F/A-18E/F 超级大黄蜂的订单。然而，由于未能及时采购 F-35C， 海军的举措引起了不满，最终海军不得不下订单采购260架 F-35C 战机。相比之下 ，F/A-18XT 沉没风改进型展现出了相对优势，其内部燃油容量提升至14400磅，这使得即使挂载2枚2000磅炸弹和2枚 M120中程导弹时，作战半径也得以从1092公里提升到1350公里。此外 ，F/A-18XT 还解决了超级大黄蜂设计上的缺陷，例如翼下挂架的外倾布局所带来的高速飞行时的阻力问题。通过采用封闭式武器舱设计 ，F/A-18XT 能够有效降低雷达反射面积，提升隐身性能，并减少外挂导弹带来的干扰。F/A-18XT 还装备了更强大的 F-414发动机，相较 F-404发动机 ，F-414提供了更高的加力推力，提升了近距离空战和高空截击的能力。加上气动布局的改进 ，F/A-18XT 在加速和爬升性能方面提升了1:2，5倍。经过波音公司多次试飞和对隐身涂层的测试 ，F/A-18XT 的隐身性能比现役超级大黄蜂提升了50%。在电子作战方面 ，F/A-18XT 也具备显著优势，其机被安装了球形导弹和激光防御警示系统，增强了战机的防护能力。同时前是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，使得战机能够有效探测、追踪并打击地面和空中目标，从而大大提升了飞行员的态势感知能力。此外 ，F/A-18XT 在座舱和头盔显示系统方面也进行了全面升级，采用整块屏幕替代了传统仪表，提升了飞行员的操作精准度。新型机载计算机和数据链系统使得 F/A-18XT 能够进行实时的数据交换，提升了作战协调能力。总之 ，F/A-18XT 的各项改进使其在多个方面接近甚至超越 F-35C 的能力。相比之下 ，F-15SE 在某些领域虽然依然表现出色，但 F/A-18XT 凭借更强的多任务能力和更长的飞行寿命，可能会更符合台湾空军的需求。因此，台湾在 F-15SE 和 F/A-18XT 之间可能会倾向于选择后者，特别是在对抗未来5代战机的需求上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此结束。对于这些信息，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。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，也请在评论区留言，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。我是环宇哥，咱们下期再见。